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夜。今天的影片，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个毛骨悚然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毛毛的，但请放心，这里没有鬼怪，只有冰冷的演算法跟物理公式。最近在社群论坛上开始出现一些很诡异的讨论，有人说他在半夜接到了过世亲人的视讯电话，也有人说在翻看旧照片时 AI 自动修复功能竟然在背景算出了一个不该存在的人影，这难道真的是来自冥界的灵异现象吗？其实这是一场由生成式 AI Generative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以及我们大脑的认知漏洞共同编织出的数位灵异事件。今天的影片我们不谈鬼神，而是要用最严谨的科学、物理学还有最新的 AI 发展现况，拆解这些科技闹鬼背后的真相。这绝对不是你在新闻上看到的浅显报道，我们要深入探讨 AI 算法的最底层，请务必看到最后，揭开这场比鬼故事更冰冷的真相，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想象一下，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里，你刚要入睡，手机突然间响起，荧幕上显示的是你最思念的已经过世父亲的脸，他喊着你的乳名、声音、语气，甚至是那句习惯性的问候语都一模一样。在那一瞬间，你的理性还在吗？你还能忍住不去接听吗？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2026年正在发生的真实诈骗案例。这背后的技术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Deepfake 深度伪造，但现在的技术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粗糙换脸了。要构建一个数位幽灵，需要3个核心科技的完美融合。首先是语音克隆 Voice Cloning。 你知道吗？现在的 AI 只需要你生前一段30秒的录音，甚至是你在社群媒体上的一支短影音，它就能精确地提取你的基本频率 Fundamental Frequency、 共振峰 Formants 以及特殊的口音习惯。其次是面部重现 Face Reenactment。 诈骗集团利用你亲人生前的照片，建立一个 3D 面部模型，然后透过动态驱动技术，让这个模型跟着诈骗者的面部肌肉一起联动。最后最关键的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AI 分析了你亲人生前的公开文字记录，学习了他的说话逻辑和语气。当这3个技术结合，再加上深夜里你脆弱的情感与灵魂，一场完美的数位观落阴就这样诞生了。从物理角度看，这只是伺服器里无数个0与1的异地传输，但在你眼里，那就是死而复活的奇迹。既然是科学分析，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这么轻易被骗？这就要从物理光学和我们的视觉系统说起。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物体，是因为物体反射了光子 photons 进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大脑对于物体的真实感极度依赖2件事：几何结构和光影分布。早期的 Deepfake 之所以容易被看穿，是因为它只是把一张2D 的脸贴在另一张2D 的脸上，当人脸转动时，边缘会出现诡异的锯齿，这在物理上叫做几何失真。但现在的 AI 可厉害了，它采用了神经辐射场技术，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物理概念。 AI 不需要建立真实的 3D 模型，它直接学习光线如何在一个空间中穿透和反射。当 AI 拥有了这个空间的光学属性，它就能在虚拟空间里重新渲染出一张脸。这张脸在任何角度下，其光影的变化完全符合物理法则。当你转头时，鼻梁上的阴影会自然地移动，当背景光变亮时，脸部的反光也会跟着变强。我们的大脑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已经习惯了光影符合物理法则等于真实物体的逻辑。
当 AI 完美模拟了光子的反射路径，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补完，认为那是个活生生的人。这不是灵异，而是 AI 利用了物理光学原理，对我们大脑进行的一次高维度欺骗。除了眼睛看到的，声音更是直击灵魂的重要关键。很多人说脸可以作假，但那声音真的就是我亲人的声音啊。但在物理学里，声音是机械波，是空气分子的振动，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像是物理指纹，这取决于你的声带长度、厚度、口腔和鼻腔的几何形状，也就是所谓的共鸣腔，甚至是你缺一颗牙，都会影响声波的传递。在声学中，我们用声纹频谱来记录这些特征。传统的语音合成听起来很机械，是因为它无法模拟人类呼吸的自然停顿，或者情绪激动时的声带颤动。但2026年的生成式声学模型，如 VAL-E 的升级版，它不是在拼凑音节，而是它在模拟声道物理模型。AI 透过深度学习，掌握了特定声纹在不同语境下的几率分布。当它要生成一段话时，它会计算出空气分子应该如何振动，才能产生最符合这个人特征的声波。它甚至能精确地算出你在说“我好想你”这4个字时，声带应该有的微小不规则颤动。更可怕的是，现在的 AI 具备零样本学习的能力，只要听过你一段很短的录音，它就能推论出你其他从未说过的词汇，且应该有的声学特征。所以，当你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怀念的声音时，你怎么可能不相信？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另一种更神秘的数位灵异。当你在 AI 修复的老照片，或是 AI 生成的影片背景中，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人影，这被网友称为相机抓交替。这在科学上有个专业术语，叫做 AI 幻觉。而要理解这个，我们需要引入热力学和统计学的概念。目前的生成式 AI， 无论是 Midjourney 还是 Sora， 其核心大多数都是基于扩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这个模型的原理非常物理，你想想看，把一滴墨水滴进水里，墨水会自然扩散开来，直到整杯水变成灰色。这是一个熵，增加的过程是不可逆的热力学物理过程。而扩散模型训练 AI 做的是反向的事，给 AI 一张充满杂讯的图，就像那杯灰色的水，要它一步步去掉杂讯，还原出一张有意义的图，就像把墨水变回原来的那一滴。问题就在这里，当 AI 在去杂讯的过程中，它是在统计几率中寻找一个最可能的结果。如果老照片的背景很模糊，充满了随机杂讯， AI 庞大的神经网络可能会在统计上误判，认为这团杂讯的排列组合有 80% 的几率是一个人影。于是 AI 为了符合统计规律，就画出了一个幽灵。这不是鬼魂在作祟，这是算法在处理低资讯量、高熵值的数据时发生了统计学上的误判。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和物理过程。我们聊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绝望，难道我们在数位世界里真的无法分辨生与死了吗？其实不然，物理学赋予了我们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叫做不可逾越的物理边界。即使 AI 的算法再完美，数据的传输和处理仍然受到物理定律的限制。首先是光速，在网络传输中，讯号永远不可能超越光速。当你跟一个数位幽灵视讯对话时， AI 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以下物理过程：接收你的语音，语音转文字 ，LLM 生成回应文字，文字转语音克隆，驱动 3D 面部模型，渲染成视讯流，透过网路传送给你。这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消耗伺服器的运算资源，需要电能，并且需要时间，这就导致了延迟 latency。虽然2026年的6G 网路和边缘运算已经很快，但这种端到端的复合式延迟，目前在物理上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个数位幽灵在回应你复杂、连珠炮式的提问时，会有一种极其微小，大约 0.5 秒的迟滞，甚至面部肌肉与声音有轻微的不同步。这就是科学教给我们的辨识方法，利用物理极限来对抗算法。
一个真正的活人，大脑神经元传导速度虽然比光速慢很多，但在本能反应上是不会有这种系统性延迟的状况发生。今天我们用科学、物理以及最新的 AI 技术拆解了所谓的数位灵异事件。我们知道那是算法对光子的操弄，对声波的复制以及统计学上的幻觉，但是这就代表我们能完全理性地面对这一切吗？在物理学里，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换形式。那人死之后，那些曾经存在于大脑神经元里的电讯号，那些情感、记忆到底去哪里了？从资讯科学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在社群媒体、云端硬碟上留下了大量的资讯商，这就是我们的数据遗骸。未来的 AI 真的可以利用这些遗骸，在数位世界里复活一个人。即使我们知道在物理层面上，它只是伺服器里的电子流动，但如果它能提供完全相同的光学反射、同样的声波特征，甚至同样的情感回应，那在伦理和哲学层面上，它跟原来死去的那个人还有区别吗？科学拆解了迷信，但科学有时也带来了更深层的恐惧。未来的我们可能真的要学会跟数位幽灵共存，分辨真假的责任，不再交给神明，而是交给了我们自己对物理常识的掌握。最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恐惧，希望带给人们的是力量，而不是更多的焦虑。未来，如果你在星空下遇见了诡异的光，或在手机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请记得用科学的思维去寻找那个潜藏在算法背后的真相。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也对 AI 换脸技术与数位灵异现象有自己的观察及想法，又或者你认为这场 AI 革命与生死的模糊界限，其实是人类面对离别时最后的温柔，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我是星夜，我们下期再见。